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每天当你拧开一瓶冰凉的可口可乐时，有没有想过这瓶几十块台币或200日元左右的碳酸饮料背后竟然牵动着一场席卷全球的宏观金融战役？很多人可能觉得像可口可乐这样人人皆知的传统消费品，既没有人工智慧算力的炫酷光环，又没有晶片科技的快速迭代，在资本市场里是不是早就成了没什么故事可讲的西洋老资产？摩根大通最新发布了一份针对可口可乐装瓶商日本控股公司的重磅研究报告，帮我们亮出了一张颠覆性的底牌。报告指出，虽然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与大宗商品通膨正准备在年底前吞噬这家饮料巨头高达40亿日元的硬成本，但可口可乐非但没有坐以待进，反而主动联手其他饮料巨头，将在今年9月份引爆一场史诗级的全面大涨价。这场涨价不仅将为公司带来高达 47% 的利润大反转，更将在11月半年报时引爆高达350亿日元的全新股份回购狂潮。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这瓶可乐背后最真实的资金流向与定价权真相。我们最先要聊聊的就是中东局势动荡在实体世界里给这些瓶装厂带上的成本紧箍咒。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披露了一项非常硬核的宏观计量。随着中东冲突对全球物流与原油供应链造成的持续摩擦，可口可乐日本控股公司的管理层预计，在2026财年，公司将面临大约20亿至40亿日元的额外通膨成本压力。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这项高达40亿日元的成本侵蚀，在财务报表上会产生多大的重力？摩根大通指出，虽然这波成本上涨目前在第二季度的账面上还不太明显，但它将会从第三季度开始逐步显露，并在第4季度达到最猛烈的爆发期。然而，在面对这波即将到来的40亿日元成本吞噬时，摩根大通非但没有调降可口可乐的评级，反而坚定维持了超配评级。这背后的底气，正是来自于可口可乐在实体世界中无与伦比的防御性定价权。为了彻底对冲原材料与能源的上涨，可口可乐日本控股公司已经正式宣布，将从今年9月份开始，在全日本范围内进行大胆的价格调升。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次大涨价并不是可口可乐一家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饮料产业链的集体觉醒。紧随其后，日本另一大饮料巨头麒麟饮料也已拍板决定，将从10月份起跟进涨价。摩根大通分析指出，随着两大巨头的率先破局，市场上的其他竞争对手将会在1-2个月内100%全面跟进。这场由中东冲突倒逼出来的9月大涨价，本质上宣告了日本饮料市场恶性价格战的彻底终结，也为可口可乐在第4季度的成本高峰前提前构筑了一道无比坚固的利润防火墙。那么，为什么一次看似微小的零售价格上涨，却能在摩根大通的模型里引爆高达 47% 的利润大反转呢？这就涉及到这家可乐瓶装巨头极其独特的高营运扛杆获利结构转型了。对于我们关注日常商业经济学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且迷人的财务模型。大家可以把瓶装厂想象成一个高度自动化的超级物理工厂，厂房、流水线、物流车队和遍布全日本的自动贩卖机，这些在日常运维中，不论你多卖一瓶还是少卖一瓶可乐，其背后的固定资产折旧与人力成本都是大体不变的。防御性定价权的威力在数据上得到了最无情的证实。摩根大通研究团队预估，尽管年底面临40亿日元的通膨逆风，但在9月涨价和管理层强力的内部成本削减对冲下，可口可乐日本控股公司在2026财年的全年业务利润预计将会疯狂飙升至高达360亿日元的水准。这相比于前一个财年，将会实现同比高达 47% 的史诗级利润暴增，更是直接把公司管理层自己给出的350亿日元的官方指引狠狠地甩在了扣头。这证明了定价权的释放能让一家传统企业在利差新通膨的双重拉锯中爆发出何等惊人的爆发力。然而，在利润大反转的背后，最让全球长线避险资金感到无比兴奋的，则是可口可乐在股东回报上所展现出的半年度350亿全新回购引爆点。摩根大通的报告强调，可口可乐日本控股公司目前正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一项极具侵略性的资本分配政策。公司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一项从去年11月启动，
总额高达300亿日元的股份回购计划。更重要的是，这绝对不是终点。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高确信度的前瞻预测，随着公司在今年9月份成功实现价格调升，并在第3季度交出亮眼的半年报业绩，公司管理层极有可能在今年11月发表半年报的同时，向市场飘出一个高达350亿日元的全新年度股份回购计划。在美债收益率高位拉锯、全球资金去拥挤化的2026年，一家企业若能在应对通膨与扩张之余，每年稳定进行350亿日元的回购注销，无异于递上一张防御力拉满的股东回报金牌合约，用稳健的现金流实时推高每股盈余，构筑强大的股价防御底牌。这场由成本通膨倒逼、定价权觉醒与高回购共振引发的重塑，宣告全球资产配置已跨越单纯追逐科技概念的初级阶段，迈向重估实体资产定价弹性与确定性现金流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当市场被高估值的软件故事吸引时，人类对日常饮食的刚性需求才是整个实体世界最底层、最难以替代的收税工具。当可口可乐联手麒麟饮料引爆9月大涨价，而摩根大通预估其2026年利润大增 47%， 并锁定11月350亿日元的全新回购引爆点，这本质上意味着这家企业已经成功将自己从高波动的常规商品重置为具备强大定价权与高资本回报率的防御性科技蓝筹。同时，华瑞认为这种高营运杠杆获利结构的修复将会无情地重塑全球长线避险资金在低利与通膨交织环境下的配置路径。在2026年全球高利率维持更久且地缘政治风险不减的新常态下，单纯依赖借新还旧生存、缺乏利润转嫁能力的弱资质企业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洗牌。相反的，像可口可乐这样手里握有实体定价权，其产品具备极高品牌物理壁垒，且能够通过高额股份回购平准股价波动的龙头资产，则能在这场资金脱水、去拥挤化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这是一场全球聪明权的去虚向实大洗牌。不过，在我们乐观看待这些进展的同时，未来依然存在着一些双向的潜在挑战。首先是9月大涨价后，消费者可能出现非理性的消费降级与需求缩减。如果日本国内的薪资增速和可用现金流在下半年出现意外滑坡，导致大家主动减少饮料的购买频率，这将会对可口可乐第3季的出货量以及 47% 的利润增长目标造成局部干扰。其次是中东局势如果失控，可能引发超预期的原材料与包装通膨。一旦原油与精炼石油价格暴涨，导致瓶装材料与物流成本超越40亿日元的防御预算，公司的毛利率依然会承受下行的重力。华瑞认为，这份报告用最客观的40亿通膨成本与9月定价权释放数据，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实体防御底牌。这绝非无序的恐慌，而是一场由成本通膨倒逼定价权觉醒、高营运杠杆引爆 47% 利润反转，以及11月350亿日元回购确立下档支撑所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对于投资者而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2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9月1日可口可乐正式实施价格调升后，全家、罗森等主要便利商店与零售管道中，其实体销量在涨价后前4周的实际抗跌弹性，这将最直接验证其定价权与高营运杠杆利润反转的成色。第二，则是密切关注在11月份公司发表 EHFY 2026业绩时，董事会是否如期宣布启动那笔高达350亿日元的全新年度股份回购计划。把这2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暴真正来临前，提前给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防守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